500万、600万、700、800、900万、1000万，我们一眨眼就到了1000万粉丝，耗时接近10年的时间，做了700多个视频之后，我们到了这里，超级感谢你的支持。那这一次我们还是很正经来对待我们的 Q&A， 只不过以后我们可能没法做每增加100万粉一次这个回答问题，因为涨得有点太快了，每200万以后再做一次。那先回答问题，听说1000万粉影视飓风给入职过的每个人发黄金，想看看黄金有多大。确实，为了纪念，我们给公司入职过的所有人，包括离职的每个人发了5克的这个纯金的一个金牌。但是变成金牌之前需要是1整块黄金，给你看一下，就这样，这就是1.5公斤的黄金。我们攒了这么久，只能买到这么2小块，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把它全部融化掉，然后炼成300块我们特殊设计的一个小小的金牌，给到每个人。也许我们应该抽1块给各位，如果你想的话。想问 Team 影视飓风现阶段对于去 Team 化是如何计划的？虽然我很不想这个模式对于一个不小的公司来说应该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习惯，以后是不是看不见 Team 了？我觉得，我不知道是哪位同学先开始讲这个点的，然后大家好像把这个当成了一个共识，但事实上就是我没讲过我要把我自己删掉啊，因为自媒体字，你始终有个自我的表达。那我觉得这个频道这么久了，本身我个人输入的东西也很多了，你不可能在短期内你人就消失了。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难意识到一点特别重要的。就是如果一个节目里没有我，甲方他是不会要的。但是我也在希望能让我们更多的同事能够出镜，因为能让观众喜欢的人其实非常有限。所以这也是我最佩服李思维的一点，就是他本色出演，你看他的观众缘就很强。至于健不健康，正好有个同学让我做个体检。那事实上我们公司每年都会给员工做一个比较相对高端的体检，给大家看看情况。我自己也会做，除了我的肾稍微有一点点结晶，就有可能会肾结石，要多喝点水，别的就没有问题。读到我让 Team 和思维交换台词还有语气。做一家公司，做一个团队，会使一位 UP 主更成功吗？在2年前的创业视频里，我提出过这个问题，那时候我的答案是，我不知道。而2年后的今天，我的答案变了，不会。李思维的话，应该这时候是说出什么东西很地狱的，比脑残我是比不过你。Fastry 啊，读到我能去这个底下评论吗？拜。这个潘天红为民请愿碑呢，就在清朝年间，一个叫潘天红的寨民为我们当地的老百姓谋福利。老百姓呢，为了感谢潘天红为这边做了很多好事，立了一个碑，就纪念他做了很多好事功德。我自己都觉得有点难以置信，我居然真的为了一个人的问题花了2天的时间过来。我从杭州飞过来的，这里在桂林，然后这个就是潘天红为民请愿碑了。虽然我当然没有人家这个功德，但是我觉得也算是个缘分吧，对吧？所以不如我在这边，我能做什么？给大家许一个愿。如果你有什么想的梦想或者各种东西，欢迎打在公屏上、弹幕或者评论区也都可以。我认真给你许一个愿，好吧？祝你一定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好，我们去看看那个碑吧。我是嘟嘟嘟张扬割包皮佳倩飞秒后续。如果你不知道，我们一点点不一样团队经常会现身来给大家做一些这种奇怪的探索，当时他们本身有这个意愿，不是强迫的。然后很多朋友好奇结果怎么样，现在来告诉你，身体怎么样呀？杨，你说就好了，你描述就好。他现在的话，前面是没有了，但是整个感觉就是一个很清爽的感觉。你就想要是一头长发变成了光头的感觉就从我变成李思维的感觉啊，你可以这么形容然后呢，有什么就是术后的，我不知道，我没看过，我不知道你什么样的，真假的？不至于吧 A few moments later， 这么说，这还挺健康的。现在眼睛怎么样？很好，就是有点干。你现在视力能有多少？其实也就1.0，没有很也就夸张。1.0，没有很。我现在还在700多。各位，你们觉得我有没有必要去做这个近视手术？因为身边是有人劝过我，他说我不戴眼镜看起来会显得小一点。还有，你脱单了吗？之前那个问题。恋爱中。福马夫坊
能不能让公司各个岗位的人互相换位置？一天，制片来当摄影，摄影去当编导，编导去当调色，调色去干录音，看看最终能做成一个什么样的片子。你还别说，我们公司真的做过这样的片子。在我们的年会的时候，我们之前放过年会那个燃的那个片子，但是我们一般会做很多整活，就离谱的片子，可以给你看一下，就是各个岗位互换之后能做出来的东西，这就是影视飓风的标准。Audio Jungle。杭州新奥传媒有限公司拥有1000平摄制棚与独栋办公楼，包含多个专业无尘实验室与 Brom 生产车间，可生产各种规格的高级产品镜头，在无人驾驶小型航空器工程维修与打捞领域以及绿色可循环载具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医学方面，男科、眼科、消化科、医美、口腔科等众多科室收获颇丰。新奥传媒凝聚时代光影，灌注梦想动力，让创意之光闪耀未来。读到我的话，想问 Tim 一个问题 ：Tim 是如何在国外从迷迷瞪瞪的英语到脱口而出的英语？这个我觉得英语你必须得把它当成一门语言来学才是最快的，所以你必须用它来看你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当初我看的最多的居然是《红色警戒3》的一个解说，我看了得有3到4年的时间，然后我就一直听着他的口音，然后跟他学习。然后甚至有意思的一个彩蛋就是，如果你去看这个叫 Cybert 这个账号，他片尾始终感谢名单里面有影视飓风，我觉得这个人非常厉害，他就是10几年一直做一个小众领域的解说，但是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在长期的给他一些卷子。Tim 能和女明星同框吗？你说的非常好，问到我心巴上了，我给你看看啊。有请数码科技博主 Tim 宋雨琦。和宋雨琦刚刚同框了一下，给他拍了一张照片，这是我拍的。想知道影视飓风的风草是谁？就我也许I don't。现在风草评选开始，你支持谁？觉得他是我们的风草，你就站在他的身后。感觉好多手，应该有很多人支持我的吧？好多人啊！我说真的，你背后这个人整的都排到后面去了，紧张吗？我很兴奋，大家都拖着我。请3位男嘉宾转身。你身后站的是千万的粉丝。你们把我选出来就是为了羞辱我的是吧？总共有39人投给了我们的王庭勉老师，恭喜！颁奖。很好奇员工有没有什么有趣或者传奇的故事？那应该是有的，我听过一些。熟悉的编导小雪，然后是这样的，我曾经是个双胞胎，有一个双胞胎兄弟姐妹在我妈妈的肚子里，但是被吸收了。什么东西啊？被你吸收还被我吸收了？因为当时计划生育嘛，就是一家只能生1胎，然后我爸妈去检查的时候发现，哎，双胞胎，然后决定要生我和我的另外一个兄弟姐妹，但是后面就发现只生我一个了。你是魔人布欧吗？你怎么能够做到啊？是有这种情况的吗？对，因为当时我妈是从北方到了南方，营养不是特别充分，然后我就把它给吸收了，所以我的身上还有另外一个人的影子。我不知道我该用什么表情来回应这个点，但看起来你还挺淡定。身边坐着2个人。前几天创业挑战的视频里面看到了结尾中运营和封面都是逗比的雀巢完成的，想问问这在影视飓风里面又是哪一位高人？那就是雀巢啊，你可以看一看他在工作的样子。Jam 铁粉，雀巢为什么选择来影视飓风当运营岗？我说我要当老板的 Tim 不让，真的是很可惜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夺舍一下 Tim 的视频。看什么时候有机会吧，读下一条评论吧，能让雀巢来读评论吗？好的，我们来看下一条评论：如何保证声音收录的一致性？自己录东西设备一样，姿势不同，经常出现变声期。你们的视频声音一致性保持得很好，要怎么做到啊？从600万粉丝问到现在了，求求！这个你得问 Tim。我们来看下一条评论：把我的视频还回来。接下来让我们认真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是我们公司身高1.95米的录音师高乐高，也是我们公司非常老的一位员工。你来讲讲我的声音是怎么样的？你的声音是挺好听的，其实。为什么你发音就能这么浑厚？其实我现在也有点鼻音。他有气泡音。宝贝高乐高，有点恶心了。好，
所以怎么样保持一致性？我们要首先确定一个固定的空间来录音，然后要选择相同的麦克风。假如我们穿帮一下，你会看到，其实我们的麦克风就是在头顶这个位置，然后基本上保证50厘米左右的这个范围。差不多。然后尽量让它的那个轴线对准你的声源，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录出一致性的声音。读到我给全公司每人买一杯奶茶，读到我就给影视飓风全体员工发100块钱，读到我组织所有员工画心中潘老师的样子。这就是大家7分钟之内对我的印象，我们来品鉴一下。秋仔 FF 读到我想有没有机会再次集齐影视飓风以前几个人的时候，跟那些小伙伴们做个联动或者访谈呢？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大家也都顶峰相见了，一定会有不同的感触吧？这也关乎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话题——选择。没有问题，当然可以。这3辆价怎么感觉跟我们那个时候买的一样的？没有区别的，就只是提升了一下，从 K5 变成 K7 了，就一模一样哦。如果说你不记得的话，当初阿胜在频道上面最后的一个视频，我们就是吃的冰淇淋，那个时候吃的小布丁，现在大布丁，无限进步。当初其实我们最核心的一个差异点就在于，你觉得车是比较值得继续往下做的，车要值得往下发展。然后我个人还是觉得就是想做专业影视方面的东西。对，我那个时候觉得车是发展，然后我现在发现影视飓风全是车。确实，车的广告真香。当年我走之前跟他吵过一架，当时公司账户里只有10万块钱。他非要买个6万块钱的 Aerochrome 的滑轨，我说你别买，一共10万块钱，我们可以买点别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产值会有提升，我很在意。但是我现在已经改观了，如果回到那个时候，我会支持你买，因为我发现人生就一次，你如果不去试，你永远不知道它是一坨屎，你必须尝一下，对，是一坨屎。下次还吃，下次看到好的，感觉是香的还得尝。说不定是巧克力呢。之前有朋友问为什么我们不一起同框，我讲我的理由，就是如果说我过多的哈声联动，他当初刚开始做他自己的频道，最终影视飓风的这个名称会始终压在他的头上，对，就被始终贴上这个标签，这是一个很难受的体验。因为从零开始做超级难，就在那个时候你一下子从零开始做车再做上来超级难，但是做到了，还是 passion。这是可能感触最深的一点。Passion， Yeah man。云山西同学读到我请 Tim 暂停工作，放松1天，好好享受一下生活。谢谢你，我在放松呢。Just you know。松，你手慢慢的往前，慢慢往前，伸直往下，对，趴下去，保持，呼气，10秒钟，请不要发出那种，慢一点。那下犬式吧，臀部往后啊。影视飓风账号有多少硬币？我们统计了一下，目前我们的总数应该是309万个硬币，堆在一起的话，就这点，也没有很多嘛。熊可爱问，想知道影视飓风的公司整体构成有多少部门，或者说有哪些特殊还有有趣的部门？谢谢。首先，我们公司部门列表大概是这样，但是其中有一个部门，我觉得我们从来没有提过，但你一定会感兴趣，在我们公司一个隐秘的位置，这个地方你应该从来没看过，就在我们公司的棚里面。这是我们的微缩部门，有个非常厉害的大佬。大家好，我是微缩模型师蜥蜴。最早的时候是做《守望先锋》的那一期定格动画，然后那期的场景和道具就是我做的。诺兰的采访，然后还有那个荧光森林，然后再到后面猫斯拉的那个微缩场景。你在我们公司做过最离谱的道具是什么？就是前段时间的针孔摄像头的项目。那一期节目里面的话，就是当时 Tim 在现场找的所有的摄像头都是我这边擦。因为警方不可能把这些赃物给你，所以我们得在许可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们自己先把这些模拟道具给做好，对，然后再来呈现。但是确实藏得非常的好，就连警方都惊呆了，都还问他说为什么你能够藏得比那些犯罪嫌疑人还要好。他红了。小海 B748，恭喜！既然1000万粉了，那就来一场1000米的赛跑吧。好奇谁会拿第一，给他颁一个奖。有点害怕，我们公司人体能应该不太行，我有10年没跑过1000米了，所以不如这样，我们拉5位男生，5位女生，然后每人跑100米，然后我们来看看速度，给你凑个1000米，这也是可以。各位，预备。所以最终获奖的是我们的飞毛腿义军，还有阿棉，还有我们的蜗牛，我们的调色师青青，还有洞狍师阿骚。这就是我们公司100米的水平。我第4。某天的游戏小屋 ，Tim 有休息焦虑跟视频的数据焦虑吗？面对休息时的工作压力、数据下滑时的焦虑，应该怎么样平衡生活和工作？如果能真的做到的话，到我们店里面玩一下，放下一切焦虑和压力。谢谢你的好意。
我其实好像也没有这么强的数据和生活压力。首先我没有生活，对吧？这个压力就自然就不存在了。数据焦虑我有一些，就比如排行榜，我们会有个自动播报的一个系统，在我们的公司系统里面，能让你明确知道到底我们这些视频在一个行业里面什么位置。我们现在更在意整个频道的综合被人记住的程度，这是我们更关心的。但是我有一个很明显的焦虑，就是烂货焦虑，就是如果我们做了一期我自己心里面非常非常不满意，但是一定要上线，这个时候我知道会被骂，我会刻意的去找各位骂我们的评论，虽然很难受，但是就是彻夜难眠，但我会很焦虑。我会觉得像是我们努力花了9年织了一件衣服，然后这时候突然甩了一把辣酱到衣服上面，就是这个感觉，这个时候还挺难受的。读到我想问 Tim 有什么遗憾吗？其实现在达成了1000万粉的大目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还相对严肃一些。真的要说遗憾的话，我觉得别的事情几乎没有，可能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我没有给我爷爷拍过一张清晰的照片。就是我做了这么多清晰的视频，但是在当时可能几年前吧，我没有给我爷爷拍一张照片，他就走了。所以这是我可能个人上面最后悔的一点。如果你有条件的话，我非常建议你在任何节假日回去，给你的父母、家人都能够认真的拍一些照片，这我觉得一定是会有价值的。然后像我现在就在做的，就是给我家里每位的亲属都拍了至少有一张或者一段的比较清晰的影像，我觉得将来还是很有用的，对吧？这是能够留住他们的唯一的方法。做一个简单的胖叔叔，读到我请拍一张 Stonebase 全英雄合照，这确实是我很想做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知道，拍这么一个超级大合影，而且和常规那种站在铁架子上不一样的，其实还挺难的。然后前段时间我们刚好看到了新干线60周年纪念短片，他们的方式还挺不错的，所以我们想学习一下，把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伙伴，还有屏幕前的你，一起放到这个视频里面来表达一下我们的感谢。希望大家能够无限进步，一起奔向更好的方向。想不到弄好真会。Hello， 我是行政菲菲，我来公司已经4年多了。我刚来的时候，微信群好像就47个人，现在已经有130了。最前面到往后都是可以选择的位置。大1开始就一直在看影视剧播，到现在大4毕业了，然后来职工确实非常非常开心。上一个好，3、2、1。你总是会在这里涉足一些难以触摸到的一些事情，去一些你不可能想象会到达的一些地点。我靠！拍到了，拍到了！开始！一看到了回报，它真切的就是出现在那里了。刚来的时候感觉会更像大学社团一样，大家都很开心，每天都嘻嘻哈哈。其实1000万粉丝是个很大的数字，可能大多数人我这辈子都不会有机会能够亲自见到你。我其实很想听到你的声音，因为这是一个单向的交流。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的话，我希望看到你的视频。新买了一个Vlog相机，然后款式好像有点旧。朋友们，我们终于到了！这应该是我第1期Vlog。我现在旁边所跑的是我们的欢乐跑的队伍。